free fall。本期由后期组非要赞助播出，硬要加什么鬼字幕，拖更怪我喽。大家好，我是许亚军，今天我们来测一测罗志祥的女朋友周青阳的衣服。好，我们在周青阳的店里呢买了4件衣服，他店铺评分呢全在4.8，近30天的售后呢是25.02%，半年的好评数是99.44%。OK， 我们看看他家的衣服。首先我们看他这件棒球服，我看他的描述里面是有罗志祥试穿，所以呢，我们先来看这一件。这一件棒球服呢是罗志祥自己穿过，价格是399，400块钱。它是一个背后有一个大翅膀的绣花，胸前呢有一个英文也是绣花的。好，然后它这个面料呢是一种涤纶加氨纶的一种面料，然后组合起来的。我们之前呢测过不少棒球服啊，我们第一期呢就测过一件棒球服是林小宅的，那件衣服呢质量如何我们就不说了，但是就薄如蝉翼了，然后那个绣花，然后它这件绣花呢就刚拿到手里面感觉就是它还是蛮有质感的，但是它的整个绣花褶皱很严重，但是它比早期我们测林小宅那个要好很多啊。因为整件衣服它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绣花，所以我们就主要来讲这个绣花。这个英文呢，周新阳说是他自己选的。那绣花呢，现在都电脑绣花，其实本质上没有太大差别，唯一差就是说你的面料的好坏呢，会影响了这个绣花的这个，特别是这个褶皱这个部分啊。它这个面料呢就相对比较好一些，然后厚度呢也会厚很多，所以褶皱呢感觉要比之前那种要好很多。OK， 我们看看它的做工。首先它这个领子呢是那种针织的，然后这个内衬呢是那种涤纶的，就特别普遍，然后也是特别廉价那一种。它这件衣服呢，很多买家秀里面都说过这个线头的问题，那我们也确实发现有不少线头啊。它外面那层面料倒还可以，还不错，做工呢还过得去。然后它这个领上有一个标牌是铁的，所以这个穿起来肯定不舒服，所以你买回去以后可以把这个拆掉。袖子也是针织的，那这种针织呢，就看它这个毛料好不好了。如果毛料不是很好呢，那穿一段时间呢就会起毛，和脖子啊还有袖子2块都要起毛。那我们现在拿到手里面呢，是感觉还不错，也挺结实。它的袖子以及口袋的包边都有一个，这个应该是编织的那种带子，然后扎在上面，就是这个是这2年特别流行那种棒球服，大家都要有这个有包边，就显得挺好看的，然后也挺有质感，挺有设计感。这件棒球服呢，他说做的有男款的，专门负责给说情侣穿的。型呢还不错，它这个颜色也挺正的。好的，买家秀环节。那罗志祥呢，因为他就特别酷嘛，然后去哪都要戴眼镜、帽子，所以他特别为他女朋友这件衣服还拍了照片，露腿的裤子，然后这个样子。好，第2个就是手插口袋，看右前方。周扬青呢，他这个买家他的淘宝的照片都特别随意，就是随便在街上就拍了，戴帽子拍一张，就这样了。好。那第2件呢，就厉害了哦，一件超级牛逼的卫衣。为什么叫说是一件超级牛逼的卫衣呢？因为它真的掉了超级多的毛哟。因为我本身对这种毛是相对比较敏感的，所以特别受不了这种小毛。这件衣服呢，价值299，300块钱，300块钱买一件卫衣，按理说它有这个皮毛，你觉得300块还挺值的啊？它这个呢，面料呢是涤纶，然后这个是棉，
以及这下面这个毛料是仿狐狸毛。那这个毛就是我其实特别搞不懂这些他们想设计这种带毛料的这些衣服的款式啊。它如果特别容易掉的话，我不知道你卖给谁，谁愿意穿，我就很纳闷，他为什么他明知道这种结果，他一定要去做这个衣服。说难听点，他知道会掉毛，但他还是依然想挣这个钱，想坑你们。我说实话，你要么把价格做高一点，用一个稍微好一点的人造毛，不是说人造毛它就差，人造皮 PU 它很多时候比牛皮还好，这个不是说人造就差，所以它有时候它就是这个太劣质了，所以你才会发现啊，摸一把掉一把毛，但它不管。那因为本身这个卫衣呢，它就是棉的，棉的本身就已经很粘毛，它如果这个，因为本身这个料子呢，它又掉毛，所以它也是一样啊，自己掉自己粘，它特别讨厌。你要跟其他衣服洗在一块洗，它掉的更多，而且你可以看这个毛非常深，它掉毛它没有防好，它这个深度它防好了，就是特别深，所以这个毛你可以想象到，你可能一直到洗到最后洗烂。它这个毛就不会掉完，因为太多了。哎，你这样，哎，抓一把，哎，就孙悟空的七彩变，哇，你想变什么形状都可以，这个受不了啊。那厚度呢还挺厚的，然后弹力也非常好，所以这个还值得夸一下，就弹力特别好。然后，里面是带那个毛的，大家看，冬天穿的话应该特别暖和。它那个内衬呢，它没有内衬，其实它中间有一层内衬呢，是因为它那个皮毛的内衬。实际上它这件衣服呢，它是本身的料就是这种涤纶的，带那种毛毛的，所以这个冬天穿特别暖和。那做工呢没问题，是过关的。主要就是说，我们刚才说那个掉毛，如果排除这个掉毛的话，它这件衣服还是可以的。那这个299的价格呢，接近300块钱，不知道你们买回去以后。良心会不会痛啊？穿这件衣服简直就是折磨，屏住呼吸。按理说这件衣服还挺酷的，但就是不该掉毛，掉得太严重。买家秀，那周青阳还是周扬青啊？他的这个描述里面写的他是一个注重细节的处女座。所以我完全想不到这件衣服是一个处女座做出来的。好，买家秀啊，它这个就是它这个图拍的很好啊，很用心。它抱了一个这个叫什么猫啊，特别萌，腿特别短那个，然后抱着它，亲它的嘴，然后没亲到啊，这个样子，就是很萌了，很有爱心的样子。好，这个买家秀这个样子。好，第3件呢是一个针织的裙子，它的衣服啊，就所有的衣服都喷那种特别浓的那种香水，而且那种香水特别的女人味儿那种，我也不懂啊。哇，真的好香啊！我天啊，就是夜总会那种香水，特别的夜总会那种。好，这件衣服呢，它是主要是针织的，然后肩上呢有2个这个用这个面料做的肩带。这2个肩带呢，就是你知道那种大妈卖松紧带啊、卖鞋带啊、卖扣子啊，他们会卖这种长条的这种绳儿。本身因为这个针织的这个裙子实际上还不错，配上这个带子以后，就觉得特别 low。然后2个铁环呢，这2个铁环其实也还好，是铁的，然后镀的那个银，其实也没问题。那毛衣呢，做工呢，就是主要从外面看啊，因为你从外面把这个缝接口拉开，你就能看到它这个走线呢到底是不是均匀呢，以及它该对的花有没有对呀，就是把这个缝接口拉开，这么一看，你就看得到了。然后它这个呢，该对的就对了，所以做工是好的，做工是好的。但是我在买家秀里面看到很多人说这个起球，我估计就是因为袖子你穿上身上以后，然后你这样摩擦。估计是这2边可能比较容易起球，因为毛衣嘛，它这两块摩擦就容易起球。其他的我觉得，应该起球不会太严重。那这个 V 字领，然后下摆呢有一边是有一个开口，就一边啊，就这个设计感，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做工呢是没毛病的，做工这种都不算差的，就算中等啊，然后偏好一点，所以这个还值得鼓励一下。当然就是这个肩带，哎呀，这个肩带太土了，太 low 了，太廉价了，好吧，就这样吧。啊，这件衣服呢，穿上去就感觉好像是木匠，还有一个插口。好，买家具环节，哎，腿要这样叉开，呀，大叉，然后上面提带，然后这个捂着嘴笑，还有一张特别酷啊，然后这张坐在一个感觉像是一桥上，喂，啊，最后一件呢，也是价值399，哎，看来他们家定价都是这种199啊、299啊、399。那这件衣服呢，我看买家秀里面好多人说起球，因为没办法，针织的衣服起球就比较容易。哎，这种针织的大衣呢，其实我是还真是第一次看啊。像你们女装我也经常很少看，针织比较软嘛，没有那种廓形，所以做大衣一般极少。那这件具有风衣的设计感的一个大衣呢，还挺有意思的，然后它有肩章，然后双排扣都可以扣的，后面还有一个小的一个小披肩儿。哦，它本身呢这件衣服呢其实还挺厚的，应该挺保暖啊。那我首先看到就是它这个裤袢特别吸引人啊，腰畔啊，现在它就是一根绳儿，它真的是一根绳儿，一根线，然后穿的，我觉得这个很轻易就断了。那扣子都是塑料的，我们看一看它的做工吧。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它的针织衣都是因为都是出自一个厂的嘛，所以基本上工艺都是一样的，都是过关的。掌声鼓励，做工呢没什么问题。那我们看看里面的做工啊，确实很重啊，一个手拿起来还挺沉的。那里面呢依然还是一样，就很多线头啊，比如肩膀啊，以及胳肢窝啊各种地方，反正线头很多都没有挑。它虽然它是大衣，但它依然还是针织的嘛，所以粘毛是一定在所难免的了。买家秀里面很多人说回穿的就起球，那毛衣呢起球的肯定只是说你看它起球的程度了，那起球的越是越狠呢，说明它这个质量越差。厚度呢倒没问题，这个冬天穿我觉得甚至比一般那种小风衣都要暖和。就是它针织整个毛线呐、加上缝啊，它各方面相对比较复杂一点。比那种服装要成本要高一些，所以这个价格还好。那这个呢，就一定要一身黑，全得黑的，包括眼镜啊、衣服啊、包啊，然后鞋都得黑的，然后手插口袋，就是女王范儿一定要插口袋，然后谁也不看，全世界都是傻逼，你们都是傻逼。地上没掉钱，天上也没飞机，屌。就是你要从头到尾都一直很屌的样子啊！好，因为周新阳的男朋友呢是罗志祥，所以呢，就因为公众人物的关系呢，很多大家都非常关注他。那他也是因为这个事情说变得更加火了。当然呢，我们只对衣服啊，不对人啊，不管她男朋友是罗志祥也好，还是其他的人怎么样，我们不管啊，我们只看衣服的质量好坏。也希望罗志祥的粉丝不要来。怎么样是吧？我们也很无辜很可怜了。欢迎广告商来赞助我们，我们太穷了，欢迎广告商来赞助我们。好的，下期再见了，拜拜。哎，你还跟我闹着玩呢！胡瓜皮要来抓你了。小哥哥，他为什么要抓我呢？他说你是个人参精，要把你抓去献给皇帝。他抓不住我的。他说抓住你的小辫子，你就跑不了了。这个黑心鬼！